干活了，一群烂骨头，太阳晒屁股了还死挺着。对不起，大人，我现在就去上工。哼！自从3年前上山以来，我还没有吃过一顿饱饭。那一碗杂粮饭，是我作为青云宗最低等杂役弟子一整日辛苦劳动的全部所得。快点，都快点！这活真是又脏又累，还有一股药渣腐败的怪味儿。要不是没得选，谁会愿意干呀？这是在青云宗，即便是最低阶的外门弟子，佩戴的饰饰也多少带着点灵光宝气。而这块东西，恐怕是哪个倒霉蛋炼丹失败时，连同废料一起被丢弃的垃圾，或者干脆是炉火里烧剩下的顽石。仙缘，这种东西，怎么会砸到我这种连狗都不如的杂役头上？好歹是个硬物，说不定以后还能用来砸个骨壳什么的。白天削樱木棍的时候，手上还扎了几根小木刺。真是饿昏了头，怕是伤口疼得发烫，竟怪到一块破石头上。土地能种东西。刚才那一切是梦，是饿疯了出现的幻觉。要是还能去那里就好了。出去，进去，再进。眼下最迫切的是填饱肚子。谷，如果能种出谷子，对了，灵谷。外面倒是有大片大片的灵田，那里种着灵谷，是给管事、监工，还有那些高高在上的仙师老爷们享用的东西。监工说过，私藏灵谷，哪怕是一粒，抓住了就是打死。头。你不睡了？我尿急。白天人多不行，只能晚上。外围灵田，品阶低，看守松，没人信饿了3年的苦力感动仙师的东西。你瞎了？快，都磨成什么？肚子不饿了，可心里还空落落的，总想着那笔黑土。守卫刚走过，下一轮半个时辰后。等了一炷香的时间。种子种下去了，能不能活看他自己了。1天、1个月，万一压根儿长不出来呢？这片黑土地真的能种出东西吗？长出来了，这么快！种子真的长出来了！来，大把手，快点！晦气！又死一个！发什么了？干活！进入。出来了，真的出来了！
最多7天，就能收获第一粒属于自己的灵骨。生活终于不再是黑暗，有光了。天都不亮还在死睡，起来干活！动作快点啊！快走！10岁，他开始结穗了。抓紧给我睡，一会儿还得起来干。这坚硬饱满的颗粒是真的粮食，是能填饱肚子的属于我自己的粮食。千万不能碰掉谷粒。成熟后的枝梗比想象中容易处理。20捧，整整6000粒饱满的灵骨，比以前种的所有谷子都要多。一股清甜在口腔里弥漫，这味道比我吃过的任何食物都要纯粹。怎么处理这些谷子？带出去太危险了。窝棚里人多眼杂，被发现就完了。种下去，就在这里，全部种下去。全部种单粒，不行，万一有的不出芽呢？6000个坑，一个个点种太费时间。一个坑放6粒，1000个坑就能种完6000粒种子。1000个坑洞挖毕，准备开种。再等7天，只要再等7天，就能收获更多的灵骨了。又要开始一天的劳作了，杂役弟子的命就该如此吗？磨蹭什么？动作快点，耽误了灵珠涨漂，你担得起责任吗？我只是青云宗最底层的消耗品，只能隐忍，不能反抗。想要晋升长衣弟子，气力必须超过500斤；想升记名弟子，不仅气力要过1000斤，还要检测出灵根。有了灵根，才能踏上仙途。王管事虽无灵根，但凭1000斤气力也能随意压榨我们。灵根果然是无法逾越的分水岭。不管我们怎么样，你都要好好活着，出人头地。我们签下契约，换你进青云宗，总比当矿奴强。记住，活下去。爹娘，已经3年了，不管你们是死是活，我一定会活下去，一定会出人头地。总有一天，我要救出你们。进入空间。凡俗道骨出魔要10到15天，这里只用了1天，是外界的10倍速，安全。长势很好，没有枯萎，也没有异常。磨蹭什么？这点够塞牙缝，再去割。这个杂役肯定是在故意刁难我。6000株灵骨，用手和木棍根本收不完，需要镰刀收割、脱骨车脱粒、风车扬杂、石磨去壳，这些工具缺一不可。工具都在长衣弟子看守的工具棚内，我没钱没东西换，只能偷，被抓住会死。可灵骨不能烂在肚里，玉佩的秘密更不能暴露，只能冒险一试。之前带种子进来，必须用手触碰才行，工具也得贴身接触才能带入空间。晦气，又死一个，熬不住就早点投胎。老张头就是因为触犯规矩惨死，可我不能死。父母为了我进矿洞杳无音讯，我必须活下去。工具棚就在灵田旁，由长衣弟子管理，看起来只是用木棍别门，防守不算严密，必须在灵骨成熟前把工具都偷到手。先看看巡逻队的路线，记清楚他们经过的时间，不能出错。巡逻队每晚只快速经过1次，中间有很长空档，足够我分批偷工具了。先偷体积小的镰刀，
再搬托骨车、风车和石磨。看这架势，这灵田的看护比外门弟子的居所还要严密。进入空间。烂骨头，快点干！镰刀和托骨车到手了，再坚持一下，把风车和石磨也偷来。进入空间，都到手了，值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会死的。但我不能停下。黑土地里那6000株灵骨，是我唯一的活路。第8天了，灵骨该成熟了，进入。成功了，全部成熟了。不是悲伤，是绝处逢生的大喜。不能耽搁，收割。我能行，一定能割完。收割完毕，不能再待了，头会疼。趁现在，赶紧进入空间处理灵骨。必须把灵骨处理好，不然身体撑不住了。这是属于我的粮食。一株结30穗，1穗200粒，6000株共3600万粒，足1200斤灵米，足够吃很久，再也不用忍受饥饿了。暂时不种了，精力不够，外面还有劳役和鞭子等着。我要靠灵米强壮身体，练习养生功，形成良性循环。下一步还要弄厨具做熟灵米，一定要好好活着，活出人样。都给我起来！还好提前进空间吃了2把灵米，够撑过今天了。今天又是割猪草。哟，陈瘸子今天能扛半筐，昨晚偷吃了。起，快了，总有一天我不用再割猪草。这小子竟有如此力气！他们越看不起我，我越要让他们知道，我陈平不是废物。恢复速度变快了，这灵米比想的更有用。第4天了，这力气一天比一天大。这点喘息时间不能浪费。
太累了，得赶紧回去吃点灵米。够了，不能多待。按这进度，不用多长时间，我就能成为长翼。这身体，每练一次就强1分。学到了。邪门了，这痨病鬼哪来的劲儿？忍，现在不是翻脸的时候。好饿，肚子里又空了。今晚让我踏实睡一觉吧。王管事，你给我等着！只背半楼，不能让他看出我力气增加了，得躲在角落。陈平，我看你最近力气见长。回管事，是您管教的好，小的不敢偷懒。既然有劲儿，去北坡林子边的猪圈清理干净。管事，北坡有野猪。你不是力气大，怕了，我使唤不动你。小的不敢。天黑前弄干净，不然你知道后果。哼！赶紧弄，天黑前必须清完。天黑前，我必须活着回来。妈呀！是变异野猪比传说的更恐怖，不能死，我还有灵米，我要成为人上人。这畜生速度好快，糟了，躲不开了。这畜生力气怎么会这么大？我陈平命不该绝。进空间，吃灵米恢复。就是这个力量，活下去的力量。这头野猪，或许是我摆脱困境的机会。这次，我要私吞。废物，弄得一身屎尿！今天立刻给我滚去后山搬石头！哼！他盯上我了，他怀疑我遇到了什么机缘。从此以后，无论我做什么，都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我。更强的力量，只有更强，才能活下去。过去了1个月，连一丝异味都没有。这空间保鲜，虽然没什么味道，但现在正是我需要的。身体轻快了许多。哎呦，我的亲爷爷！需挑选2名手脚麻利的杂役负责洒扫，就这2人吧。
近距离接触仙人，这是我翻身的天大机会。仙人需要人服侍，王管事要讨好仙人，我的机会来了。都听着，上仙慈悲，特意点了2个机灵的去伺候。至于后山那片，稍微清理一下就行，别弄太大动静。其他人活放轻实些。哼，看来没时间盯着我了，正合我意。没有盐，味道有点寡淡，但这种饱腹感和热量，果然是灵米无法替代的。吃饱喝足，再来2套养生功。可惜空间中待的时间有限，顶多是打完2套养生功，再有10天，我就能将这身力气提升到500斤以上。听说整个宗门的灵气都变稀薄了，上仙说是宗门大阵运转有质子，高层修行兽什么的。宗门灵气下降，恰在我得到玉佩之后，太巧了，这秘密必须死守。陈平，仙人走了，你这废物没用了，滚去后山清理荆棘，完不成扒了你的皮！还不快滚！王管事，清理荆棘的活儿，你找别人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要下山，参加长衣弟子的考核。就凭你这断了手的废物！哼，拦住他，打断他的腿！考核时间有限，我先走了。弟子陈平，申请长衣弟子考核。规矩知道，举石锁，过顶1次，稳住3息。起！1息，2息，3息。牌子拿好，长衣活更重，出了岔子，该罚的罚，该赶的赶。明日卯时去后山石场找李管事报到。李管事，新人，每天5方碎石，完不成扣钱，偷懒耍滑，滚蛋！以我现在的力气和技巧，5方是极限，一定要打完。王胖子，他想干什么？陈平，别砸了，去灵矿区报道，下午就过去。灵矿区，死亡率最高的地方，他们要置我于死地。可恶的王胖子，总有一天。喂，哪个新来的？连续3个月完不成100斤定额，或者死在里头，算你倒霉。偷藏矿渣，就地打死，明白了吗？滚进去吧。我一定会回去的。毒素蔓延全身了，这样下去，别说修仙，活下去都是问题。暂购灵晶换株青灵草是正经。青灵草？听说那草吃了，不光能解这矿毒，力气都能长1大半。能解毒？2位大哥，小弟想打听个事儿。小子，新来的吧？是，敢问那青灵草真能解毒？那是宗门药堂的解毒灵药，这么神？那得去哪里弄？外面的仙人手里就有，但5灵晶1株，2个半月的命填进去都不够。就没有
便宜点的法子，比如种子。种子便宜，1灵晶1粒，可凡夫俗子连灵田长啥样都没见过，种得活吗？灵田，我的玉佩空间，我要赚灵晶。丙字7号陈平，超额，共计3灵晶。仙人，仙师大人，小人求购青灵草种子。凡俗泥土种不活的，想清楚了。仙师，小人还想再买2粒。有意思，终于拿到了。黑土地能种灵骨，青灵草对灵气要求更高，这是唯一活路。有铁锅就能吃上灵米饭了。野猪肉一部分烤肉炖汤，一部分做成肉干。这一步，是生是死，全凭天意。不能想，专心挖坑。成了，真的成了！这黑土地能种青灵草。近1个月后，3株青灵草就会成熟，前提是它们能顺利生长，只能服用1株解毒，维持挖矿，另外2株留待结籽，希望总算有了。太困了，太累了，这灵气入体，便如复古之阵，想要清除难上加难。再这么下去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和那些人一样，被灵气侵蚀而死。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陈平，上个月你只完成了8成，这个月如果再完不成定额，按规矩，只能请你离开宗门了。是王胖子，是他害我。自从中毒后，戾气一天不如一天，被驱逐宗门，不仅自己活不成，父母也彻底没救了。陈老弟，怎么搞成这副鬼样子了？说说，是不是得了什么宝贝？只要你肯告诉哥哥，哥哥保证把你从这鬼地方调出去，灵晶少不了你的。以后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，不比在这儿等死强。呸！不识抬举的东西，给脸不要脸！行，你有种！下个月你要是再完不成任务，老子亲自看着管事儿，把你像条死狗一样扔出宗门。到时候你就是跪下来舔老子的鞋底，老子也不会再多看你一眼。恨意也需要生根。就这1枚灵晶，赌上全部，玉佩里的灵草是我唯一的活路。仙师，仙师，我还要购买1枚青灵草种子。拿好，这是我活下去的希望。终于回来了，快进空间看看。成了，青灵草成熟了。我真的种出来了，就是现在，吃掉它，把毒排出去，我要活下去。暖流，是药力生效了，毒素在往外排，运转养生功，把药力彻底化开。青灵采药竟如此神奇，100斤灵矿任务，我定能轻松完成。种下新种子，我要一步步变强，那些欺辱我的人，我必一一清算。这力量太惊人，绝不能暴露，必须伪装到底。从今天起，我还是那个快死的废老鬼。装样子就行，不能真卖力。再
再撑一会儿，熬到深夜。600斤，轻如鸿毛，一株青灵草，不仅解了毒，还让我力气暴涨100斤，持续服用，定能突破1000斤。最后一步，稳住，放下。100斤整，这陈平明明快不行了，竟刚好完成任务，得告诉王胖子一声。100斤刚好达标，不引人注意，还能拿到2枚灵晶换种子。我要尽快凑够钱，买些种子和工具，这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种出更多的灵米。刘管事辛苦。刚才那陈平交了多少？我倒要看看这废物死了没。100斤，不可能，他明明毒入膏肓，怎么可能刚好完成任务？连续挖矿1个月，新的灵矿毒素又在累积了。这么多，48粒种子。多吃1株，身体里的毒素就少1分。第10套结束，终于把每一分药力都压榨出来了。待在空间里的时间越来越久了。等下去10场，测测这次的气力提升了多少。700斤轻松暴起，距离1000斤的目标不远了。王胖子，你死定了！起来，都起来，等死呢！杀死他，太便宜了！我要让他生不如死，万劫不复。住手！赵仙人实力深不可测，仙人手段恐怖如斯。难道这就是修仙者的实力吗？仙人根本不是凡俗武力能抗衡的。我要成为仙人。到了，就是这里。弟子陈平，矿场长义，前来申请管事弟子考核。矿场长义，气力几何？回禀管事，弟子气力尚可。去，用尽全力打他一拳，胸口位置。起来，都起来！1997斤，不错，远超1000斤的考核门槛，你通过了。今日起，你便是杂役峰管事弟子，月俸2枚下品灵晶，此乃牛力丸，每年1枚，能固本培元，增盈气力。谢管事。这是各处尚缺管事的职司名录，自己选一处。管事，弟子愿去百药园。百药园，行，那里清静，正适合养你那痨病。好了，下去吧。百药园在后山，自己寻路去。令牌上有禁止，到了地方自有人接应你。我一定会进入真正的仙家山门。这就是百药园了。这里的灵气竟然比空间里的青灵草还浓郁100倍。百药园就是我踏入仙门的起点。这位便是新管事吧？小老儿王发，恭候管事多时。我叫陈平，日后多仰仗你。不敢当，管事请随我来。这便是宗门重地百藏园，外门弟子负责打理，而内门弟子才有资格在此修炼。陈管事，
这是您的住所。很好。要不要叫手下过来拜见？不必。先说说原理规矩和活计。主要照料灵药、浇水、施肥、除草。灵药登记在册，出错会受重罚。那位是白纸管事，封顶派来的，管韩姓灵药，性子冷，来历不凡。此人背景神秘，需敬而远之。管事，您得先熟悉灵药种类习性，万万不可混淆。这是百草图鉴抄本，记载了园中所有灵药的详情和照料方法，您务必尽快熟历。这是开启玉佩空间的钥匙，熟记图鉴，偷种灵药，就能换灵石，提升资质。王伯，带我去看负责的区域，认人。是管事，您这边请。都过来。这位是新管事陈平，以后由他带大家照料西园药田。见过陈管事。不必多礼，以后一处做事，看好自己负责的药，出错谁也担待不起，照常做即可。这是赤阳花、止血藤，还有凝露草，浇水别沾叶子。这茯苓膏劲儿大，离根远点，量要把控好，将每一个种植细节刻进脑海。这些青灵草已不值一提，日后种更好的灵药。王伯，这赤阳花招什么虫最厉害？回管事，最烦人的是火蚜虫，红头黑背，专吸嫩叶汁水，得用烟叶泡的水喷。那寒星草呢？我看书上说虫害罕见，是少见，但也不是没有。去年就闹过一次双蛾，白黄黄的虫子藏在叶子背面，啃叶脉，那玩意儿怕热，得用手一条条捉，麻烦得很。看来这双蛾确实棘手。长鹿们劳作时，并非时刻紧盯每一株药。封顶仙师每月初才来巡视一次，平时不天天盯着。止血藤、凝露草这类，少一小段藤蔓或一片叶子，根本不会引起注意。时机成熟了，这根藤长得不错，药性应该积累的足了吧？回管事，这是老藤，深棕色藤皮是炼制上品回血丹的主料，封顶很看重。这里是不是有点发霉的迹象？哎呀，是师傅病前兆，得赶紧处理。别慌，把染病这段藤切掉，你去找点干净的草木灰来。是。就是这里，切掉，切口用灰封好。多谢管事提醒。以后多留心。其性刃，可扦插或分根繁殖。扦插，这节藤蔓段在黑土地里有很高的成活可能性。看来灵泉水浇灌的灵药生长速度是外界近20倍。入口清凉，甘甜清香。五感敏锐了一丝，力量瓶颈隐隐松动。寒星草是洗髓丹主药，如果能得到一片叶子，说不定也能种出来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这样？这可怎么办啊？完了，这可怎么办？陈管事，白管事那边出事了。昨日浇了多少寒潭水？回白管事，按您吩咐，每株半勺，水温就是刚从寒潭打上来那样，冰凉刺手，小人不敢有差池啊。土壤干湿适中，旁边正是我负责的赤阳花田。原来如此，白管事，可否容我一言？哦，那你来说说。寒星草性孤寒，既与火性灵药相邻。而那片赤阳花正值成熟期，火气外溢，气息难免侵扰。眼下可用湿冷青苔混冷泥垒一道临时隔断，阻隔火力，再给病株单浇寒玉粉水，固本培元。就按你说的办。王发去取青苔，你去取寒玉粉，用半碗寒潭水化开，
浇在那株寒星草根部。是。仙人手段，这白纸最起码是记名弟子。太巧了，那株寒星草的残叶竟落到了我的袖口。这片残叶能活吗？活了，真的活了！看来时机到了，该进行第一次规模化移栽了。为什么还是打不出第66套？既然叶子已经没有效果了，那就一整颗。好。凝露草的药效已经不足以使我的修为进阶，我必须想办法换灵石，通过灵根测试。等它们都长出来，一定能换很多灵石。几位大哥，这园子里富余的灵药，可有门路换些灵石？灵石？咱们这等干粗活的哪能摸到那东西？不知道。他们都只是最底层的杂役弟子，确实接触不到那个层面。王叔，王叔，你认不认识白芷？白管事啊，认识。那他人怎么样？看着冷冰冰的，话也少，但做事还算公道，没为难过咱们这些干活的人。要说喜好，他好像挺爱吃甜的。好几次我见他休息时，自己掏出一小块糕点，吃得挺香。那糕点看着就甜得腻人。有了。白监管，刚做好的豆沙包，尝尝。不用了，你们吃吧。今天试了蒸糕，还算松软，白监管尝尝看。白监管，像咱们园子里的灵药，若是有过余的，不知外面可有门路换些东西。北边出杂一峰，向北50里左右有个小山谷，每逢初1、15，有些记名弟子和个别外门弟子在那里交换些用度，杂七杂八的都有。那里规矩简单，但也鱼龙混杂，小心点儿。机会来了。121天，到百妖园第4个月，坊市明日开放。50灵晶，10年份止血藤，药力散尽20。凝露草1株50灵晶，药效温和，黄质紧燥。我去，这都什么垃圾药材啊！上好的凝露草要吗？凝露草有多少？20株，年份足，刚采不久。哎，看看货，品相还行，60灵晶1株。坊市1株50灵晶，我的货新鲜，品相好，量大，13块灵石，20株全要。哎，等等，70灵晶1株，14块下品灵石。哎，老弟以后有好货找我，我叫王潜福。怪，货是真不错。14块灵石，够检测灵根了。寒星草再过1、2天，可第3轮分株，这是我的底气。这枚灵石蕴含着巨大的能量。若是能将其吸收，我的实力必能大增。终究是仙家之物，凡俗手段难以撬动。啊！
玉佩将灵石收回黑土地了，被玉佩吸收了，似乎宽了一点点。混沌变垒后移，空间扩张了。玉佩吸收灵石可扩张空间，能种更多灵药，良性循环。先留灵石，检测后再扩张。原来200株就是黑土地的种植极限。不过200株凝露草，200株寒星草，足够了。4个月蛰伏，只为今天。所有隐忍，都是为了这一刻。那些打不死我的，终究会使我更强大。陈平，百药园的出什么事了？回禀管事，百药园无事，连药长势尚可。无事？那你来此作甚？弟子想检测灵根。哼，上次不是和你说过了，5块下品灵石，没有灵石，说破天也没用。哼，跟我来。能悄无声息弄到5块灵石，绝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这就是仙人待的地方。今天我将在这里确认自己的命运走向。老实等着，轮到你上前听仙人吩咐即可。王行，3灵根主木、腐土、火，灵根纯度中等偏下，可直接入外门。李二狗无灵根，孙秀秀4灵根，金木水土薄杂微弱，暂留身份。钱多5灵根，火土木金水薄杂微弱，暂留身份。有灵根者都是4灵根、5灵根，不知我是几灵根？这是什么灵根？这是丹灵根，火系丹灵根，如此纯粹，如此强盛，天佑我宗啊！好一个丹火灵根，此子我烈阳峰要了。啊！下一个。好热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五行不平衡。5灵根本就驳杂，五行之力完全均等，互相牵制，互相湮灭，判定此为废灵根。什么？此子已注定无前途，正好借机查清他5块灵石的秘密。见了几次，还没做过自我介绍。我叫李应勇，宗门外门弟子。你先跟我来。既然检测出灵根，无论资质如何，按宗门规矩，你已为记名弟子。这些是宗门发给记名弟子的东西。这是洗髓丹，需突破炼气1层才能使用，否则爆体而亡。仙路艰难，你好自为之。明白，多谢李师兄。来人，李师兄，去查陈平4个月内在百药园接触的人做的事，任何异常都查清。可恶，忙活了一晚上，什么灵气光点都没感应到。那个白管事啊，是你啊，我都听说了，恭喜你成为记名弟子。你来这儿是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尝试引气入体1夜，但毫无所获。不知白监管当初是如何引气入体的，可有什么诀窍？1周了，毫无进展。白管事，我引气入体1夜毫无所获，可有诀窍？没有，我当年感应灵气近干月，又半月成功。1个半月，我这废灵根要等到何时？你刚得功法，不必着急。明白了，多谢白管事。时间不等人，枯坐1周，毫无感应，难道只能靠水母功夫？
灵石在手，却无法引动分毫，到底该怎么办？只能靠你了。都还在。那株寒星草成熟了，这株草或许能帮我引气入体。引气入体毫无进展，拼了！有反应，药力能被引导，有效，但药力不够。再来，还是不够，拼了！不能死，引气入体，活下去，报仇，就是现在！成功了，引气入体成功了，第一步迈出去了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整吞了。引气入体只是开始，冲3血虚积灵气，以我现在的速度，这就是灵气？怎么会这样？五行废灵根，灵气自相残杀，按这速度要几年才能突破炼气1层，效率低得令人绝望。记名弟子1年年俸，唯一外物，成败在此。在排毒，洗髓丹提升了3成效率，至少不是原地踏步了。仅靠自身线路渺茫，我必须另辟蹊径，丹药、灵药，甚至成为炼丹师。空间里的寒星草和凝露草就是我最大的本钱。这条路再难，我也要走下去。灵气运转速度提升了3成，丹田气团粗了1倍。洗髓丹果然名不虚传。我的五行废灵根太差，要想活下去，就必须弄到海量的丹药，甚至我要自己成为炼丹师。他今天这是怎么了？算了，再漂亮的女人现在于我眼中，也和红粉骷髅无异。我要报仇，我要成仙。这几块灵石已经不够我吸收了，灵田的灵气只能通过植物根脉，没办法直接吸收。看来我得想办法多弄些灵石了。寒星草2灵石1株，概不还价。凝露草80灵清，要的速度。上等的寒星草2灵石20灵清1株，上等的凝露草1灵石1株。寒星草2灵石20灵清，比老李头那儿贵20灵清。这品相确实比老李头那摊上的强不少。道友，寒星草2灵石20，我要5株。凝露草也给我来5株。寒星草给我留3株。剩下的我包了。接下来，该去买我需要的东西了。掌柜的，洗髓丹怎么卖？道友识货，刚到的上好洗髓丹4灵石1枚。贵了，前面百草卷才3枚半，我出3灵石20灵晶，要10枚。行的话现在拿走，不行我去百草卷。罢了罢了，就当交个朋友。32枚灵石，亏本卖了。这里竟有一张丹方养灵丹，虽然丹药品阶不高，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大有裨益。老伯，这本书要多少灵石？ 10灵石。
太贵了，这本破书最多5块灵石。你若真心想要，就给8块灵石吧。我这孙子得了重病，我想多赚点灵石，把他送去仙门，那里的大人们应该有办法治他。那连这个丹炉一起给我，10块灵石。好吧。小伙子，你多给了10块灵石啊！回来的路上，我还在一个老仙人那里买了这本仙图和这3张符箓。仙图能帮我了解修仙界的规则，至于这3张符箓，关键时刻或许就是生与死的界限。凝露草林田里数不胜数，这腐药简直如同杂草。我记得药田角落有很多，这样看来，即便丹药药效弱，我吃它个成千上百颗，我就不信突破不了。成了，材料来源的问题初步解决，接下来就是炼丹。百药园管事琐事太多，占满白天时间，夜里修炼效率太低，我需要完整时间修炼炼丹。王伯，来，过来歇会儿。陈管事，您找我？王伯，你在园子里时间长，经验丰富。我最近修炼狱祖，需要更多时间进修。园子里日常巡查、记录、安排杂役的事，我想托付给你。管事，这怎么使的？我不敢，我哪懂这些？王伯不必推辞，园子的事你最熟，巡园看异常，记录按格式画勾，杂役照旧安排，拿不准的再报我，我每周查看一次。这是1斤灵米，对你强身健体有用。这个月起，我每月多给你1块灵晶。管事，我一定尽心尽力，绝不让您失望。园子的事我保证看好。明天开始，记录簿和排班册放你那儿，遇大事莫自作主张，及时报我。丹药有丹毒，不能频繁服用，必须间隔数日排清丹毒。五行平衡费灵根，灵气入体相克湮灭，修炼极慢。炼丹才是我的破局之计。灵气团有了牙签出息，距离炼气1层只差临门一脚。这丹炉虽然残旧，却胜在纯粹，没有被任何丹火气息污染过。正好凝露草、赤参、荆花3枚药材，1枚都不能少。一身欲火，调和诸药，具体火候该如何掌控？赤参药力厚重，融合困难，灵气太弱，只能凭感觉。第100次了，这次一定会。我还是太低估了炼丹的难度。怎么这么久才开门？在里面藏宝贝呢？啊，我来拿吧。喏，这是我熬制的十全大补汤。看你最近脸色差得很，你多注意休息，别总是一个人闷着。自从父母离开后，这
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别人的关心。白芷说的对，连轴转了这么久，是时候好好休息一下了。恢复的真不错，居然直接睡到了第二天下午。新的一轮炼制开始。是杂质，每次失败都是因为药力没提纯干净。引导、剥离、淬炼，就是现在。成了，还不够，继续。10份材料成了2炉，得丹10粒。哼，对炼丹师来说微不足道，可对我陈平来说，那可是……睡得真舒服啊。是丹毒，看来只能用冲刷之法了。给我破！从测出废灵根到今天，不多不少，正好半年。半年炼气1层，我陈平终于在宗门之中站稳了脚跟，再也不用担心被赶出宗门了。有灵气的加持，这凡铁便如同朽木一般，这就是修士的力量。陈管事，找白管事吗？他可在？白管事啊，几天前就走了，听说托了关系，直接进外门了，真是好运气。哦，知道了，谢谢。白芷，恭喜，愿你仙路坦荡。传说中那些法宝能化为流光引入修士的丹田，这玉佩如此神奇，不知能不能成了。50粒养剑丹，半年家当，炼气2层巅峰。废灵根1年修到2层，傻子都会怀疑，必须去坊市买新丹方和收敛气息的秘术。成色不错，给我来5粒。一共160枚。能屏蔽神识探查，值了。这个丹炉虽然是2手的，但是材质不错，还能用。品测差没关系，种在空间黑土地能焕发生机。一共50灵石。攻击、防术、法器，全了。宗门北30里废弃矿洞，每月15子时。黑市稀缺资源都有机会弄到手。新丹方、新丹炉、防身符箓法器，还有黑市情报。这条路再难，我也要走下去。不知道哪儿来的自信。前面那戴面具的，站住！小子，识相点儿，把身上值钱的东西还有储物袋都给老子交出来！几位大哥，行行好，小的就这点家当，是给上面公子跑腿才买的，交出去小的没法交代啊！少他妈唬人！哪个公子哥会让个炼气1层的废物跑腿，还戴个鬼脸面具装神弄鬼？老大，
我看这小子就是虚张声势。少废话，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东西交出来，留你一条狗命，不然……别杀我！我交！算你识相。奇怪，那小子人呢？在这儿呢。老大，大哥，给老大报仇！两个炼气2级，没必要动用空间之力，强杀便可。奇怪，小心他的符！好机会！老三，果然够穷的，这储物袋算是意外之喜。不过有玉佩空间在，这袋子用处不大。3个穷鬼，这点破烂只能当材料卖了。一阶下品聚灵阵盘，来的正是时候。房间里的灵气浓度提升了5成，聊胜于无。看掌势，这些年份都接近10年了。这之前从未听说过，也从未看到过有记载，寒星草竟能长成树。难道说这空间还能促使灵药变异？这寒星树若是不停生长，就能持续产出10年份药象叶片，彻底打破了之前的种植循环，价值无法估量啊！陈平师弟在吗？不好！陈师弟，外门执事堂例行查检。弟子陈平见过执事。入门近1年，释放气息看看。炼气1层，气息虚朴，尚需巩固。这是你晋升后的俸禄，5块灵石，1枚洗髓丹，好自为之。多谢执事教诲。还好有轻轨面具的伪装和提前准备好的气息压制。就连炼气中期的外门执事也没看穿我的真实实力。陈平入宗前确系普通凡人无异，毫无背景的泥腿子，不仅在矿洞没死，居然还在1年突破炼气1层。明明是5行废灵根，怎么可能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下？仙缘，绝对是走了天大的仙缘。陈平，好小子，藏得够深，可惜你不配。洗髓丹和聚灵丹成了。下品灵石作用虽小，却是修仙界亘古不变的硬通货。养灵丹药力不足，无法压缩灵力，剥离杂质，自然冲不开灵血关。只有聚灵丹药力浑厚纯净，才可凝练自身灵力。给我破！炼气3层，水到渠成。
火球术终于有了对敌资格。只是开始，炼气3层依旧是底层，必须继续蛰伏。2年炼气6层已成。低阶丹方品效大减，是时候前往黑市寻找高阶丹方。想杀我夺宝，那就看谁先送谁上路。先送谁上路！聚灵丹收吗？成色不错，市价11灵石1枚，我给你10枚1枚，50枚共500灵石，成交。这个价格合理，成交。20张爆裂火球符，10张金刚符，打包。成会，320块灵石。换一柄1阶中品飞剑，速度要快，锋利为主。下品玄铁剑折旧5灵石，中品清风剑80灵石，您补75。70。30灵石。哎，20，拿走。玉简是残卷，但我能补全。灵药谷秘境开启7日，储物袋有宗门警示，装满50贡献点灵药即可送出，多财奖励额外贡献点，切勿私吞，后果自负。陈师弟，你修为弱，跟我一组吧，带你熟悉熟悉。好。小子，把你身上的宝贝交出来。李应勇说你有机缘，只要你识相，我给你留个全尸。猴，你就这么笃定自己能吃下我？你急！李应勇，该你了。现在就等鱼上钩了。嘿嘿，陈师弟，可真是让我们好找啊！原来是李管事，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怎么找到？陈师弟，你这留下的记号可不少啊！孙乾那家伙也是蠢，竟是让你给逃走。陈平，把你身上的东西交出来吧，老子可以发发善心，饶你一命。饶我一命，就凭你？不可能！五行废灵根怎么可能有炼气6层？想吓唬老子，做梦！别被他骗了，一起上，宰了他！饶命，陈爷爷，我错了，仙缘，我不要了，都是你的，饶我一命！我发誓，我李应勇此生绝不再出现在您面前，当牛做马我都愿意。王胖子在哪？我说，王胖子他就在西边，离这里大概30里，有个葫芦口形状的山谷，谷底有个隐蔽的石洞，他就在那洞里藏着。葫芦口山谷，隐蔽石洞。对，就是那里。陈师兄明鉴。就
咎由自取。嘿嘿嘿，陈平啊，陈平，你这小杂种，老子略施小计，借李应勇这把刀，就能把你剁了。李管事，得手了。陈平，你怎么？好久不见，王管事。饶命！陈先生，陈爷爷，饶命啊！我给您当牛做马，求求您饶了我吧！饶命！从你觊觎我的东西开始，你的命就已经不是你的了。结束了。该回去了。陈平55点，超核5点，任务达成，奖励1点贡献点，一共获得6点贡献点。爹，娘，线路如此艰难，唯有血脉牵绊是这世间仅存的温度了。必须接他们出来，不能再让他们在矿洞受苦煎熬。这就是黑石矿区。住一晚，简单对付下就行。大人，请随我来。3号坑又塌了，命贱啊！听说南边新开富矿脉，狗屁富矿，那是蛇窝！老陈头家那2口是不是还在废坑那边造孽呀？小声点，你想让监工听见送你去废坑吗？老陈家废坑，难道是我爹妈出事了？这位管事大哥，跟您打听个事儿。大人请讲。我想打听个人，陈大山和他婆娘林氏是不是在废坑？大人，废坑晦气，不是人待的地方。陈大山是我爹，废话少说。小人知错，陈大山顶撞仙师，被罚去废坑了，那里归活阎王八脸熊管，您爹娘怕是。爹娘，八脸熊，这矿场必有血光。西边尽头最深最黑的坑口，里面全是死人。那家伙脸上有大疤，心狠手辣，就住在破房子里。我知道了。炼气7层探查，屋内有2道凡人气息。他是修士，炼气6层。谁？滚出来！敢问道友是哪个宗门的？跑到老子地盘上来，可是有什么事情？我来找人，陈大山和林氏。找人，找到这死人坑来了。小子，你是不是脑子被门挤了？趁老子心情好，赶紧滚蛋！还给老子在这胡言乱语，老子把你扒了扔坑里喂尸虫！他们在哪儿？找死！他们在哪儿？下面，最底下，东岔道尽头。道友，你我无冤无仇，无需如此。我用仙元换自己一条狗命。今日暂留你狗命，吞下我手中丹药。道友放心，我不会逃跑的。此丹药名为7天散魂丹，7天后你没有服用我给的解药，神魂溃散，神仙难救。还希望大人能够多多提醒。如果你敢骗我，你知道下场。大人，我绝无二心，句句属实。您不信，大可进入矿洞查探就知。爹娘，爹，是平儿，平儿是我的平儿。爹，娘，是平儿，儿子回来了。好，值了，当年让你走对了。
长高了，也结实了。娘就知道我儿有出息，能活着回来。爹娘，你们等着，儿子这就去杀了那八脸熊。别，平儿不能杀他，是他保下了爹娘这条命啊！保命？那年，爹想给你娘做件新衣，就藏了点矿渣里的碎矿，被姓马的仙师抓住了，二话不说就要当场杀了我们。是熊管事替我们说了几句话，说扔到废坑里自生自灭，还能榨点力气。是啊，平儿要是没有他，爹娘骨头都烂没了。他算我们半个恩人。恩人？八脸熊哪里是发善心？他明知道这废坑深处的灵金粉质对于凡人而言就是蚀骨的剧毒，把爹娘当挖掘灵金的牲口，用稀粥换他们燃尽生命。罢了罢了，平儿，爹娘受的苦太多，绝不能被真相击垮。至于八脸熊，就暂且放过他。爹娘，儿子知晓了，我这儿有些丹药，先服下，去除病气。灵金毒深入骨髓，去毒速度太慢了，必须立刻离开这鬼地方。大人，你们没事就好。这是令尊令堂当初签下的契书，小的一直替他们保管着呢。如今物归原主，物归原主。此人凶残狡诈，心思却转得极快，这卖身契递得确实及时。出去安置好我父母后，就去看看你的逆天机缘吧。是，小的遵命。哎呦妈呀，吓死我了！阴灵藤，对，就是靠吞了它，小的才引气入体，还修到了炼气6层。他怕是压根儿不知道这位灵根藤还会燃烧寿元，根本是夺命毒药。大人，您仔细看看它的根，小的总觉得它有点不一样。这五行根须灵韵精纯到极致，绝不是普通阴灵藤。变种，不再是毒草，便叫你五行阴灵藤。被八脸熊吞噬主根须，顶多再撑1年半载。父母先图希望，兵亡灵藤，冥冥天意。不要出声，灵韵生机不能流失。八脸熊，大人，小的在。这株藤我收下，你的命留下。2条路选，大人请讲。第1条，跟我回宗，护我父母，我供丹药，护2个凡人。第2条，留矿场，每年上交灵金矿5成。大人，小的选第1条，愿追随大人护二老周全。好，是，起来吧。谢大人。爹娘，他以后保护你们。爹娘放心。有劳了，二老折煞小的了。只能赌黑土地让分株存活。五行循环之意减弱，但没散。成了，父母有望踏上仙途。走，回青云宗。检查经脉。是。体内生出五行灵根，无燃烧寿元副作用。父母虽年迈，但至少是真正仙途，延寿希望。我父母养老，随从元惊天。是，陈管事。记名弟子住处，伺候2个凡人。炼1批聚灵丹。拿着。聚灵丹30枚，每月都有，尽心保护我父母。太贵重了。我说过，会提供你丹药。小的该死！从今后，这条命就是大人的。二老有事提头来见。起来吧，记住你的话。大人，您吩咐。拿着，这是你1年的丹药用度，好好修炼，护好我父母。谢大人厚赐，大人放心，属下定当勤加修炼，早日突破。此物能压制毒丹半年时间，到时候记得找我拿解药。
聚灵丹现在对我的效果微乎其微，需要更好的丹药替代聚灵丹，用来修炼。道友，请里面说话。530块下品灵石，公道价。道友，这批聚灵丹品质确实不错，坊市行价10到12块灵石一枚。道友量大，上次一样，10块灵石一枚，全收，如何？可以，掌柜，上次提过的丹方之事，可有眉目？道友真是问着了，高阶丹方确实罕见。不过近期暗影会将举办一场拍卖会，据说拍卖会里就有培元丹。培元丹？正是，此丹方颇为珍贵。道友若有意，需要有拍卖会入场资格，老夫可为您担保，获取1枚入场令牌。有劳掌柜。下一件中品法器一件，起拍价100灵石，120灵石。下一件上等符箓数张，诸位请出价。第一次参加拍卖会，还好所有人都隐藏了身份。下一件拍品，丹方一份，培元丹。此丹方记载完整，包含所需材料、炼制手法、火候掌控等关键信息，底价1000灵石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0。1600、1850、2000，2000零50。2000第一次，2100。2001第一次，2001第二次，第三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道友。养魂木残料，此物本乃滋养神魂、稳固心神的奇木，可惜现在遭受重创，灵性大失，底价200灵石，每次加价20。200灵石，成交！恭喜这位道友了。培元丹丹方到手，养魂木也在，灵石只剩400多枚，购买灵药种子。今日得凑齐炼制所需的灵药。培元果，整果怎么卖？整果120灵石一枚。只要果核呢？10灵石一个。我要10个果核。月华草籽一份多少灵石？20灵石一份。一份有多少粒？足够种满1小片药田，发芽率看个人本事。我要10份。道友，这3星花分支怎么卖？带根分支，保证能活，5灵石一株。我要10株分支。凝露藤、食心草、百药园已有，无需再买。丹方、药材、养魂木，这是我的希望。黑土地12倍速，很快就能收获炼丹药材。不错，不错，消耗100余灵石扩1成，只要灵石足够，空间就能不断扩张。黑土地竟能满足天材地宝的生长需求，远超外界。有变化，黑土地的能量在渗入枯木，活了！养魂木真的活了！最关键一步已迈出，5到10年便能长养魂树，产出养魂树叶。半年已过，培元丹还未炼成，不能再等了。修炼之道，欲速则不达，学门保命本事才是正道。符箓是消耗品，法器受限修为，傀儡不同，炼成就是宗师帮手。一阶下品木鸟，就从你开始。20颗中品聚丹药，近400灵石，在这黑市也算一笔不菲的横财了。道友需要什么？100年铁木、精铁刻刀、100兽魂石、金铜受精各一份，打包。260、240、250成交。材料齐了，木鸟结构简单，探查有用，就从它开始。2天切出来了，稍有差错就报废，凑齐一套，3天报废1/3。骨架成了，最难的在后面，雕镂铭文，赋予傀儡生命，最难一步。
聚灵、控魂、流风、锋刃、锐金、稳固6种。第一次失败，100次、200次，记不清了。近千灵石，一堆破烂，手法稳了，灵气够了，问题在哪儿？太多了，互相牵扯，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做不成，贪多嚼不烂。作者太追求全面，第一次炼制真需要这么功用更能。简化，只保留最核心、最基本的能力，失败200次算什么？再来。飞行和探查才是它的核心用途，保留2种铭文，至于锋刃纹、锐金纹、稳固纹这些，统统舍弃。去。向前。成功了！可惜你不具备战斗的能力，看来我需要更好的秘书才行。下品，路子倒是扎实，只抓根本。回收的话，38灵石一只，不讲价。老丈，小子初学，曾在一本旧册子上见过一种木鸟傀儡的炼制法，刻了诸多铭文，不知这种品阶如何？哼，全能？就这样的木头身子骨刻那么多玩意儿啊？哟吼，那不得炸死你！劝你啊，还是趁早歇了心思。那这本黄阶中品，讲木头傀儡的，比那些坑人的破烂强点，120灵石，要就拿走。嘿嘿，我的草莽傀儡完成。哎，上次种下培元树是什么时候来着？好像是7个月前。那药性应当成熟了，进空间看看。好香啊，不错不错。虽说这些培元果暂且只有10来年的药性，但看上去倒是比那些摊位上的还要强上1分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开炉。步伐。怎么总在这步出问题？哎，疼死我了！得了，一边要维持禁锢，一边又要控温，我的神识哪有办法一心二用？一心二用，有了！既然单一又庞大的禁制没法完全压制住，那就来试试双禁制。对了，神识压力分散了。拧！大功告成。开始吧。5行废灵根源部，吸收率实在太低。但是丹药，我要多少有多少。给我拧！还不够。既然一次吃4颗已经是极限，那就突破极限。
要突破这一层障壁。终于到最后一步了。短短2个月，空间竟扩张了如此之多。太好了，有了这沉淀了雄厚灵力的阴灵藤，爹妈踏入仙途有望了。爹娘，这叫五行阴灵藤，吃了它就有机会生出灵根，修炼仙法。到时候你们亏损的元气就能补回来，寿元也能大大延长。这东西太金贵了，你留着，你仙路还长。平儿，爹娘老了，能看到你有出息就心满意足了。这宝贝你自己用。娘，这藤丸就是给你们用的，要是你们也能修炼，身体康健，寿元悠长，那才是儿子最大的心愿。爹娘，这五行阴灵藤我种了1大片，这2株是特意给你们留的，我那儿还有的是。啥？平儿，你可别为了哄我们就瞎说。千真万确，爹，我骗谁也不能骗您和娘啊。哎，你这孩子，那行吧，娘听你的。爹娘，盘腿坐好，放松心神，等下可能会有点难受，但儿子在旁边守着你们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嗯。护住心脉，守住丹田，就没事。这是浊气，必须尽快将他们逼出来，一定要撑住。药力已平息，成了。父亲的灵根虽然曾受创，但根基尚在，只要有足够的资源，未必不能恢复。母亲的灵根则是水木双属性，天生便有生生不息之能。活下来了，都活下来了，成了。仙路的根基打下了。父母经脉、丹田、魂魄虽重创，但心脉与丹田核心未碎，藤丸灵根已然扎根成型，熬过修复期，辅以资源，能陪我更久。玄惊天，大人，守好我爹娘，寸步不离，有任何异动，立刻唤醒我。是，大人放心，属下豁出性命也必保二老周全。你的聚灵丹应该早就吃完了吧？这里30枚，你都停在炼气6层巅峰那么久了，给我突破到7层。公子，这也太贵重了。让你拿你就拿着，修为上去了才能替我办更多事。青云宗外门看似平静，背地里麻烦不少，我需要靠得住的人。是，公子大恩，属下万死难报，半年之内，属下一定突破7层。恩威并施，暂时能拴住他了，我得赶紧提升自己，在爹娘踏入炼气中期这段最脆弱的时候护住他们。平儿，我们这是……成丹效果远超预期，全靠那80年份的寒心草叶。爹娘，服下这个，静下心，试着把丹土里那股暖流按我教你们的长青诀基础路线走一遍。最难的第一步，总算跨过去了。五行阴灵藤催生的伪灵根暂时没看出副作用，爹娘也算踏上仙途了。接下来该忙自己的事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炼气3层，这等实力，倒也不能够对李英勇下手。
道友这是何意？道友莫要误会，宗成派我来检验著名弟子修炼是否现代。不错，半月后去执事堂报道，好好准备吧。你的师兄李应勇，好久不见了，你可知他的去向？弟子不知。这人一定是来试探我的，还好我及时压制了修为。看来宗门已经开始调查李应勇的事实了。往届入外门必须经过宗门大比，这次怎么罢了？现如今进入外门才能有筑基的可能，就算是虎穴，那也得进。是时候了。出发。这就是宗门吗？记名弟子陈平前来报道。陈平，炼气3层。这是你的身份玉牌，入门吧。是。陈平，你终于来了，来，随我来吧，我带你逛逛，顺便交代交代宗门事项。他怎么变了个人似的？那就有劳师兄了。第1条，每年至少完成1项宗门任务，否则轻则扣俸禄，重则逐出外门。是，师弟明白。第2条，宗门征调任务，接令后必须立刻集结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拒绝，违者视同叛门。征调任务，当然。外门弟子也有福利，凭身份玉牌，每月领取2枚下品灵石，1枚洗髓丹，可自选无主洞府，完成宗门任务得贡献点。多谢赵师兄指点。走吧，带你去选洞府。越往上灵气越足，那边向阳坡有几个刚空下来的，位置不错。这地方灵气稀薄，外面10亩地土质太差，种不了灵骨灵药，僻静无人扰，正好安心修炼。荒地我慢慢收拾。心性沉稳比天赋重要，既你意已决，便是此处。今日之言，出我口入你耳，宗门近来不太平。玄一门，你知道吧？略有耳闻。1年前宗门宣战，边境战火连天，外门人手紧缺，才过招记名弟子。你根基尚浅，切记别去远宗险地，只接看守、巡山等杂务。虽贡献少，胜在安稳，莫冲动送命。护送商队往边境访视，贡献点300。收集玄一门炼气中期弟子令牌，下品全是高危任务，远离宗门，要设前线。安全任务仅得2到5贡献点，兑换筑基丹需3万，数百年不够，此路不通。下月远灵秘境开启，我打算去碰运气，找筑基主药换筑基丹。原来如此，获取筑基丹有2条路：攒3万贡献点兑换，或进秘境采筑基主药。远灵秘境就是我的机会。远灵秘境，炼气9层以上才敢进。可我炼气大圆满，怕什么？筑基丹必须到手，秘境非去不可。姓名何事？陈平，报名远灵秘境。你炼气3层，报名远灵秘境？是。唉，姓名、洞府编号、修为炼气3层。还剩1个月。收了。3万灵石，1枚不剩。远离秘境，十死无生，但我别无选择。筑基丹是我先途的起点。爹娘，我要离宗一趟，归期不定。打不过就跑，不丢人。只有囫囵个回来，才有往后。带着，饿了垫一口，千万小心，能跑多快跑多快。孩儿记住了。大人放心，除非我死，无人能动二老分毫。有劳了。又是一个废物。肃静！老夫姓秦，
负责护送，规矩都清楚。老夫强调几点：第一，保命第一；第二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；其三，2月期限；其四，禁地严禁靠近；其五，传送随机，尽快汇合；其六，10份主要换1枚筑基丹，多采多得。登船。玄灵秘境，我来了。筑基丹，等着我。抵达，准备下舟。入口空间波动不稳，每次仅容3、5人同时进入。记住老夫所言，2月后凌云封顶。现在进。什么？炼气3层？等等，炼气3层，这不是找死吗？还是说这小子有什么后手？那是紫金花。不行，保险起见，得先探查一下周围有没有妖兽守着。没有，没有，还是没有。好机会！运气不错，3株紫金花还没有妖兽守护。哎，你小心点儿，别弄坏了花瓣。好，好，好。我也来，我也来。那是独爪巨蛙，跑，赶紧跑！师妹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秘境？咱们一起吧，这样也能互相有个照应。哼，我要不来，谁来保护你们？再见。2阶下品的妖兽，这3个炼气9层在他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。那幸存的神霄派弟子似乎带走了1株紫金花。看来有人要死了。谁？炼气3层。本大爷今天心情好，你走吧。我要你身上一样东西。区区炼气3层蝼蚁，就拿你这不知死活的废物计剑！哼，就凭你！得手了。这么多真元果，不对，这是珍贵的果实，不可能没人发现。
助我也，居然真的没人！不好，有埋伏！抢走！晚了。把东西交出来，自废修为，爷爷给你个痛快，否则……我交，别杀我！去，把他储物袋拿过来，小心点儿，别让他耍花样。不好，是二阶符箓，快退！以我精血，赤令金刀，斩！消失了，是盾符，不对，怎么没有空间波动？他隐藏了修为，所有人全力防御，不想死就把他救出来。杀了3个，还剩5个。刚才那一击有运气成分，剩下的人肯定已结成防御阵，再想偷袭绝无可能。符箓没了还能再买，这机缘错过了，再无下次。这株树，我势在必得。在那里，杀了他！停住，别后土壁！这一击足以破开此阵。耗死他！这小子再有灵石，这种1阶极品符箓，他手中不会有太多。等他符箓打完，就是他的死期。斩断藤蔓，加固土壁。该死！他到底有多少浮屠？这哪里是斗法，这是拿灵石砸人！半盏茶，50、60张1阶极品符箓，近3000灵石，此人绝非炼气3层。能逼我用出此宝，你也算死得此所了。符宝，符宝虽强，不过是炼气修士施展，未能有限。破！分头走！可惜了，遁术非我所长。这东西虽受损，材料非凡，或许以后有用。竟然能长出6枚，已经足够了。黑土地无视了真元果树对特定地脉的依赖，种下就能活。经此一夜，更得谨慎。
绝不轻易踏入危险区域。千年元雷烛，炼制雷属性法宝的顶级材料，难怪如此多人拼命争夺。本体被树谷最强气息锁定，不是我该染指的。竹笋，千年元雷烛的新生笋，蕴含最本源的生机和雷属特性，关键是它是活的，可以摘取种到黑土地里。切，蠢货！挖那玩意儿有屁用？又养不活，带出去就死了。到手了。什么情况？此竹归我青云宗，谁有异议？白月，挺熟悉的名字。此女实力太强，以后得更谨慎。回空间种竹子要紧。真的活了！不好！得想办法甩开他，不然会死。有了！成！你们慢慢打去吧，等你们打完，就都是我的。奇怪，这几天都太安静了，就连可能长着筑基主要的区域，也一个人也没有。这地方的灵气好浓郁。嘿，这儿还是没有人，真是奇了。不管了，赌一把。啊！不是吧！呸！摔死我了，还能再倒霉点吗？喂，不是吧？还来！这是哪儿？可恶，这下要怎么出去啊？领进战魁，完了，这儿分明是禁地。可恶，不能留手，必须全力死战。
器56张一阶极品符箓，这代价实在太大了。无路可退了，只能拼死一战。来吧！金刀斧，让金雷！这怎么可能？